蕅益大师说，观世音菩萨证得的这个性体，离一切言律分别语言文字相，而言律分别语言文字，非离此别有自性。要知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离故无相，即故无不相。这个性体清净心，不是你用想的、用说的所能够明白。在《法华经》上说：“是法不可示，言辞相即灭。”老和尚也说：“如大火炬，四面不可触，举念即错，动念即乖。”观世音菩萨证得的性体，就是十方诸佛证得的性体，也就是我们人人本具的清净心。那这个性体，我们要怎么去体会呢？如果不能体会，不能修正，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性体讲得那么彻底究竟，就变得没有意义了。讲这些佛法，就是要大家用在日常生活中。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。那既然这个性体是离四句绝百非，不可以想也不可以说，那我要怎么修呢？诸位，这就是修行的重点，就是要你不要想，也不要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末学先讲一个公案给诸位听，大家就能够体会。老和尚常告诉我们，过去在大陆的古丛林，规矩都是非常严格的，严格到令人可怕，道心不够的人都闻名丧胆。末学就说受戒的戒堂吧。你想要到律宗受戒的丛林去受戒，那就好像诸位回到山上来一样，都要先到课堂去挂单。课堂里的知客师都是非常的严肃，而且非常的凶，手上还拿着一把杨柳条，他要细细的盘问你的来历，并且问你为什么要来受戒。知客师问第一个来挂单的戒子：“你为什么要来受戒？”他老实的说：“我师父叫我来的。”知客师马上拿起杨柳条往他头上抽下去，骂道：“没志气，没道心！你师父叫你来，你才来呀！你师父没叫你来，你就不会来吗？被动！”知客师在骂第一个人的时候，第二个戒子在后面听得清清楚楚的。等到知客师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来受戒？”第二个戒子马上回答：“我是自己要来的。”他心想，这样子知客师总该会说我有道心了吧？哪里知道，知客师反而更用力的往他头上抽下去，呵斥他：“随便！你师父没叫你来，你自己就敢来，一点都不尊师重道。”第三个戒子在后面，看到这样回答也不对，那样回答又被打，于是他就想好了一个应付的方法。等到知客师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来受戒？”第三个戒子一句话也不说，就眼睁睁的看着知客师。他大概是想学维摩诘居士入不二法门吧。这时知客师看他不说话，就啪一巴掌往他脸上打过去，骂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搞什么花样？”诸位菩萨听了这个公案，就能够隐约的了解到，什么叫做举念即错，
动念即乖。这并不是知客师的脾气不好，而是他磨练学人的方便。当然，这是善知识有修有证才有这样的资格。他要你不要想，也不要说。叫你鞋子倒过来穿，你就要倒过来穿，不要讲理由。为的就是要破除我们凡夫的妄想心、分别心，无始以来的颠倒想，要你直心正念真如。我们凡夫为什么会轮回六道？轮回六道，如果是在人天，那还好一点点。可是我们都是人天是客居，三途是家乡。我们很多的时间都在三恶道中受生受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心不正直，不够坦白老实，我们的心弯弯曲曲的，想法非常的复杂。好的把它想成坏的，坏的又把它想成好的，而且为了自己，时时都要陷害别人，时时都要算计别人。在这个世界，也许这点小聪明能让你在人世间占了优势，可是拿到佛法中，这完全不是一个修道的法器。遗教经上，佛陀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：汝等当知，谄取之心与道相违，是故宜应直直其心。当知谄取，但为欺狂；入道之人，则无是处。是故汝等宜当端心，以直直为本。你想要来我们灵岩山寺修行，那你就要直心。在佛门道场中，不欢迎谄取之人。要知道，谄取对于我们的修行有非常大的伤害。你的心正直，那一切功德之事你都办得成。观世音菩萨的成妙功德你都办得到。维摩经上告诉我们嘛，直心是道场，能办一切事故。你的心谄取不正直，那再好的机会给你做，再好的功德给你修，你还是会把它修成地狱业。人家的用心良苦，不知感恩，到最后还怪人家说在利用你。像这样子的人，怎么会有好的道德、好的下场呢？末学讲这个谄取之心，也许诸位可能还听不是很明白，那末学就把它讲清楚一点。藕益大师说：逢迎西河之言名谄，随尽猥亵之念名取。这个谄取讲白一点，就是拍马屁，就是阿谀奉承，或者怕得罪人，整天都在注意人家对你的印象怎么样，或者虽然明白是非善恶，但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为了得到利益，反而助纣为虐，站在坏人那边来欺负好人。像这样子的伪君子、伪小人，甘愿出卖自己的人格，把道德毫不在乎的踩在地上，像这样子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？靠拍马屁，靠互相讨好过日子，这种人一点人格、人品都没有了。古人说：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古人宁可放弃自己的生命，也不愿意侮辱自己的人格。
我们现在讲这个成妙功德，还先不要说成就什么功德，就说最基本的人格，为什么有的佛弟子竟然还不如一个世俗人？这种情形，出家人中有，在家人中也有。像这样空虚、没有人格、没有道心的日子，还要再继续下去吗？佛陀在《楞严经》上很慎重地对阿难尊者说：你想要成就无上佛道，想要亲证自己的性体，那你就要以直心来跟随我出家，以直心来回答我所问你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出离生死，皆以直心。心言直故，如是乃至始终地位，中间永无诸伪趋向。佛陀说，十方诸佛为什么能够了生死，就是因为直心。我们想一想，直心这两个字是那么的平常，世间人也懂。可是在《楞严经》这部处处发扬本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原教妙典当中，他一开始不教我们修三谛圆融的圆顿止观，也不教我们修不净、数息、慈悲这些小乘观法，而是一开始就要我们直心正念真如，以直心来修行。我们从这里就应该好好的得到一个震撼、警惕，可见直心是多么的重要。所谓菩萨妙法术，生于直心地。不管你修了多少功德，也不管你拜了多少佛，念了多少佛，如果你发现我的心并不正直，那你就要注意了。可见自己是在做假功夫，你所修的功德全部都不能令你出离三界。为什么？因为直心才是了生死的根本，而禅取却是轮回六道的根本。这个个人自己最清楚，好好看看自己的内心就知道了。你不要说我修持净土法门，仰仗佛力，有阿弥陀佛的加被。你想要仰仗佛力，那你自己要有信愿啊。如果我们的心不正直，那就是与魔道相应。你自己都趋向魔道了，那怎么会有信愿？又怎么能够往生西方？之前在讲观世音菩萨的性体时有提到，那是一个无为法，是不生不灭的。想要得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果，那就要修不生不灭的因。不生不灭的因就是直心，直心才能感性体之果。那我们要如何做到直心呢？从无分别开始。凡夫为什么总是内心空虚，想靠迎合别人、讨好别人来满足自己的内心？因为凡夫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真正要求的是什么，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这辈子来娑婆世界是要做什么的，所以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。凡夫认为快乐是外来的，是别人给我的，所以总是绞尽脑汁的向外攀援，总希望人家来喜欢我，人家来注意我，这是多么的可怜。
可以说，凡夫的一辈子都不是用在自己身上，都是用在别人的身上。诸位菩萨，你一辈子的生命都是别人替你花掉的，那你有什么感觉？那就好像一个演戏的人，为了赚钱而演戏，得到了钱就欢喜，失去了钱就悲哀，每天演的戏都不一样。这就是凡夫的一生，有生有灭。佛法告诉我们，这叫做心外求法。佛法认为，真正的快乐是往内心安住的，安住在这不生不灭的大觉性体当中。如何安住呢？要先把自己的心静下来，不要把别人跟自己分得那么清楚。你把你跟我分得越清楚，那你就越多分别，越多比较，越无法向内心安住。你要告诉自己，我所修的一切都不是为了做给人家看的。一开始要先强迫自己不要去执着，因为一时我们的烦恼还放不下嘛。但是你决定要把内心的正知见提起来，同妄念相交战。不要再有这个人我特别喜欢，那个人我特别讨厌，这件事我喜欢做，那件事我不喜欢做的念头，或者认为我打了很多佛七，我功德很大，我布施了很多。你就单纯一点，一切的功德，你就是回向往生西方，回向法界一切众生，越单纯越好。不要有那些多余的分别妄想。这个人比我差，我的功德比他大；这个人功德比我大，我嫉妒他。其实你多打这些妄想有什么用？你比他差，打这个妄想就能够比他好了吗？当然不是。打这些妄想，那只有增加自己的苦恼，只有减损自己的功德。老是以凡夫的颠倒想来修，那所修的就永远都是生灭法，甚至是三途六道之法。要做到做而不做，不做而做，无分别住，不起烦恼。没有一个我在做事情，也没有一个我所做的事情。不要动不动就觉得我得到了什么。你觉得你得到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失去了。要无所得。为什么要无所得？因为以无所得故，无所不得。能够先做到这样，乃至再做到最后，连无所得的这一念心都把它舍掉，生灭寂灭，即灭现前。有所得无所得平等，是名真无所得。我们能从前面说的直心，把无分别不残取做到了究竟，那你就能够证到与观世音菩萨同体的真如之性。这就是成妙功德的妙字。那成就了这个性体之后，有什么功德呢？我们再说功德这两个字。在观音玄义上，智德大师一开始就赞叹观世音菩萨：夫法界圆融，相无所相，真如清净，化无所化。虽相无所相，无所而不相；化无所化，无所而不化。故无在无不在，化应九道之身，除有不永，即入不二之智。观世音菩萨因为证得了这个性体，所以他明白，不论是有情无情，
正报依报，乃至是染是净，是大是小，是佛陀还是众生，这都是自己妄心所分别出来的。其实它的本体都是真如。所谓一切因果，世界为成，因心成体。世出世间的一正二报，十法界的凡圣因果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一念心所长养、所包含。法治大师说：“法界圆融不思一体，作我一念之心，亦复举体作生作佛，作一作正。”注意哦，一切法的本来面目就是真如，一切法的差别相都是我们分别出来的。既然如此，有情无情，正报依报不是同体，当下就是同体，当下就具足不二。所谓一尘法界不小，刹海法界不大，多义法界，少义法界。一个微尘就是全部的法界，一个佛国土也是全部的法界。法界入法界有什么妨碍？同样都是一真法界性嘛。观世音菩萨因为正法界，所以他成就了世事无碍的佛功德，身土不二，重重无尽无边际。在大乘庄严宝王经上，除盖藏菩萨请问佛陀：“世尊啊，观世音菩萨有什么功德呢？”佛陀说：“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无量无边，我没办法为你广泛的说，我就为你说观世音菩萨身上毛孔的功德吧。”佛陀接着说：“观自在菩萨身中有一毛孔，名曰金色，里面有无量百千俱胝那由他的乾闥婆神于其中住，常行八圣道法，恒受法乐。又有放光如意宝珠，随着乾闥婆神需要什么就出现什么。复有毛孔，名曰萨甘露，里面住了不可说不可说的天人。诸位不要小看，以为他们只是天人哦。这些天人都是证得初地、二地乃至十地菩萨摩诃萨果位的大菩萨。而在这萨甘露毛孔当中，还有60座金银宝山，高6万由旬，有99000个山峰，一生补处菩萨于其中住。还有无量的七宝宫殿，以诸妙宝而为庄严，乃至复有毛孔，名曰金刚面，里面住了不可说的紧罗罗神。这些紧罗罗神，他们都以最殊胜的华曼璎珞来庄严自己。能够看到这些紧罗罗的众生，就能够发起无上菩提心，得四不坏性，远离轮回。乃至复有毛孔，名曰光明，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七宝楼阁、七宝宫殿、七宝池，乃至种种无上殊胜微妙的庄严。而里面又住了不可说不可说的菩萨，这些菩萨都住在光明毛孔当中，亲近观世音菩萨，称念菩萨的名号。佛陀说了好多好多，观世音菩萨每一个毛孔里面都具足了无量正报、无量依报、无量的快乐。佛陀说完了以后，这时除盖藏菩萨就请求佛陀：“佛陀啊，我也想要到观世音菩萨的毛孔去看一看。”
佛陀告诉他，观世音菩萨的毛孔无有边际，如虚空界，无障无碍。普贤菩萨进入观世音菩萨的毛孔，行走12年，尚且不能知其边际。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毛孔都是佛境界，所以普贤菩萨虽然是不可思议，还是不能够了知观世音菩萨的神力变化。普贤菩萨尚且不行，更何况是其他菩萨呢？乃至佛陀说，就是我也没办法说尽观世音菩萨的功德，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无相无不相，圆满广大，德相应地，湛然常寂，大智无得，无有轮回，不见救度，亦无种族，无有智慧，亦无有说，如是诸法，如影响故。观世音菩萨无见无闻，必无自性，乃至如来亦所不见。诸位菩萨听了观世音菩萨的功德，心中有什么感觉？哎呀，我们今天能够归命顶礼观世音菩萨，是多么的幸福！大家是不是也很想要到观世音菩萨的毛孔去看一看呢？当然是很想。可是我们有办法去吗？可以。佛陀说，若有人能称念其名，当得生彼毛孔之中。我们只要念阿弥陀佛，念观世音菩萨，升到了极乐世界，你就能遍游观世音菩萨的毛孔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就在极乐世界。而在观世音菩萨的毛孔当中，我们也能够遍游十方法界。当然，极乐世界也在菩萨的毛孔之中，国土佛身彼此互相周遍含容，这就叫做身土不二。刚才说观世音菩萨的一毛孔都是遍含法界，诸位听了不要觉得好像是无稽之谈。你说一个毛细孔里面有一棵树，有一栋房子，我都不相信了，怎么还说一个毛孔里面就遍含法界呢？那怎么可能嘛？不是不可能，这叫做不可思议。凡夫与圣人的境界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。有的人认为人与山河大地是分开的，其实哪里有分开？莫学大概的说明一下，诸位自己想一想就能够明白。比如说，我们同住在这一颗地球上面，可是台湾人有台湾人的一正二报，美国人有美国人的一正二报，乃至非洲人有非洲人的一正二报。你仔细去观察一下哦，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国家的山河大地，乃至住的人都长得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同样都在一个地球上嘛，这个不一样会是偶然的吗？不是，而是你是什么正报，就招感什么依报。再讲的维细一点，同样是住在一个台湾省，同样住在一个南投县，有的人觉得我要在都市中灯红酒绿的过一辈子才有意义，有的人觉得我要来灵岩山寺跟随老和尚修行才有意义。为什么同样是一个境界，而这个人觉得有意义，那个人觉得没意义呢？也是前面说的身土不二，你是什么样的正报身心，就招感什么样的依报庄严。乃至我们在讲到最维系，
我们把这个依报庄严缩到最小，就说一个人的家庭、一个人的房间、一个人的抽屉。当然，每个人都会有乱的时候嘛。可是每个人乱的不同哦。有的人乱，他整理一下就干净了；而有的人乱，他也不是不整理，他一再的整理，常常整理，可是还是乱。为什么？这也是身土不二。你是什么样的正报身心，就反映出什么依报庄严。所以这个依报庄严跟你的正报身心当下就是同一体，同一真如显现。好，以上我们明白了，娑婆世界跟我们是同体不二。那清净庄严的极乐世界跟我们是不是同体不二呢？当然是。前面说过，不管是秽土、净土、有情、无情，这都是我们的妄心所分别出来的。若离妄心，则无一切境界之相。老和尚常告诉我们，极乐世界是清净庄严，但那也是真如所显现哦。你在娑婆世界念佛，极乐世界就长出一朵你的莲花。你念佛念得恳切至诚，戒得庄严，那你的莲花就开得微妙香洁，光明烁玉，特别的香。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呢？因为身土不二，我们跟极乐世界当下就是同体。所以你在娑婆世界念阿弥陀佛、念观世音菩萨，就是念念在成就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、七宝树、八功德水。相对的，你在娑婆世界造业，那也是念念在成就阿鼻地狱的刀山剑树、火汤炉炭。因为地狱当下也是跟我们同体不二。那是不是修持了净土法门以后，或者是升到极乐世界以后，我们才跟极乐世界同体不二呢？不是，你在还没有学佛以前，极乐世界就已经跟你同体不二了。乃至一个众生堕到了阿鼻地狱，极乐世界当下还是跟他同体不二。依正本融通，生佛非殊智嘛，这都是在讲性体的功德。为什么末学要一再的强调当下就是不二？因为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心。你造作固然是有，你不造作，虽然没有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摄持，也没有弥陀48愿的加倍，但是不造作就代表没有吗？它还是有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还是在你心中念念具足，只是它没有显现出来而已。所谓未举念时早已成就，才举心念即便圆成。这就是前面说的戒而有心，即具3000，动一念的当下就具足3000诸法。就好像10杯水，这10杯水你一定要等到把它全部倒在一起了，你才说它是同体不二吗？不必，它还分别装在10个杯子的时候，当下就已经同体不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同一湿性。而在这10杯水当中，不管你的杯子是什么形状，每一杯水都是各具护具，一杯水都各具有倒进10个杯子的功能，
这要尝试过才知道吗？不必。从本以来，无动无摇，本自具足。所谓性体离过绝非，即性具实界离过绝非。性体体性坚宁，清净无染，不生不灭，常住无坏，性具实界亦然。这样我们就明白了，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，我的心就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是我的心，我的心也是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我的心。既然是未举念时早已成就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要跟阿弥陀佛相应，把极乐世界现出来，却要去跟贪嗔痴相应，现出这个众苦充满的娑婆世界呢？为什么不要去跟观世音菩萨相应，把自己的平等心、慈悲心现出来，而要像阿修罗一样互相斗争是非人我呢？诸位，我们的性体跟佛菩萨的性体是一样尊贵的啊。老和尚常说，世间上的父母是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我是恨铁不成钢，恨金不成佛啊。每次听到这些话，默学心中都感到万分的惭愧。默学同在座的诸位菩萨一样，都是一个业障深重的生死凡夫。虽然业障是那么的重，烦恼是那么的深，根器是如此的钝劣，但是老和尚从来就没有一刻舍弃过我们，而是一再的接受我们，一再的包容我们，一再的给我们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他常住在世的机会。其实老和尚早应该是要离开我们的，他为了众生担待那么重的恶业，为我们众生担业受苦，那个苦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。老和尚为了替众生担业，所以身体很不好。可是为什么替我们担业那么辛苦，老和尚还是要注视下来呢？因为他看到我们的清净心。老和尚看到我们可以成佛，却不愿意成佛，明明可以生西方，就是偏偏不愿意生西方。老和尚为我们着急，为我们而流泪啊！诸位菩萨能体会到老和尚那种急切的心情吗？他希望我们赶快解脱啊！今天大家已经明白了这个性体的道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要好好的把自己的清净心尊贵起来，要有目标，不要老是过着凡夫的日子，打着凡夫的妄想。我们的心跟佛菩萨的心是相通的。你求老和尚，你念观世音菩萨，你放心好了，只要你用心念，老和尚观世音菩萨每一句都是听到的。你向观世音菩萨求什么愿望，观世音菩萨也都听得明明白白，因为我们就在观世音菩萨的心中，观世音菩萨也在我们的心中。大家来学佛，不就是为了要解脱，要安乐自在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好好的向观世音菩萨求这个成妙功德，与菩萨感应道交吧。好，以上说完了成妙功德，再来说巨大慈悲。所谓巨，
就是具足。大慈悲，慈者与乐意，悲者拔苦役。为什么说菩萨大慈悲呢？这个大慈悲就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观世音菩萨普遍的为十方法界众生救苦救难。当然，阿处佛的妙喜世界，观世音菩萨他会去；药师佛的净琉璃世界，他也会去；北方世界的焰尖佛，他的国土，观世音菩萨也会去。总之，观世音菩萨他无分别的在十方世界救苦难。虽然说观世音菩萨无分别，但是在菩萨的心中，他的无分别还是有一点分别哦。就是观世音菩萨对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特别的放不下，特别的爱怜不舍，就好像妈妈对孩子一样，特别的关心，与我们特别的有缘，时时都想到我们。所谓尘刹国中闲事际，娑婆界内更垂慈。那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会特别爱护我们呢？因为菩萨他深深的明白在娑婆世界的种种痛苦。其实观世音菩萨并不算是他方世界的菩萨。在无量寿经上，大家都有读到，极乐世界有二大菩萨，一名观世音，二名大势至。彼二菩萨于此国土修菩萨行，命中转化生彼佛国。观世音菩萨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行菩萨行，命中才往生极乐世界的。观世音菩萨既然在这个世界修行过，当然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痛苦与无奈，菩萨是很清楚的。他不忍心，也不愿意看到我们受那么大的折磨。所以观世音菩萨现在虽然在极乐世界，他还是时时挂心着我们这些娑婆世界的众生。只要听到我们求救的呼唤，观世音菩萨马上就会来到我们身边，为我们救苦救难。正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如此的大慈悲，与我们是特别的有缘，是一切众生的慈母，所以不要说印祖与老和尚要众生念观世音菩萨，佛陀都要众生念观世音菩萨。现在末学就讲一个佛陀叫众生念观世音菩萨的事情给诸位听。在佛陀时代，有一个国家叫做毗舍离国。当时佛陀带了2万菩萨与1200比丘住在毗舍离国外的大林精舍。有一次，毗舍离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得到了一种非常可怕而且严重的疾病。这种病有6种症状。第一，眼睛充血变成血红色。第二，耳朵流脓。第三，不断的流鼻血。第四，舌头萎缩，没办法讲话。第五，所有上妙的饮食以及药物吃到嘴中都变成苦涩，而且没办法产生效果。第六，最严重的，所有生病的病人都像植物人一样，完全不能够分辨任何事情。在当时印度医术最高明的奇婆，尽他全力了，还是不能够解救众生的病苦。整个国家已经陷入了瘫痪。而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，却出现了5个夜叉大鬼。
脸像墨汁一样黑，有5个眼睛，牙齿从下巴勾到鼻子上面来。夜叉鬼是喝人血、吃人肉的。他们趁着众生完全没有抵抗力的时候，尽情的吸人精气，食啖人民，全国的人民性命岌岌可危。这时有一位月盖长者，他看到这样的状况，不能够再下去了，于是就跑去哀求佛陀，唯愿世尊慈悯一切，救济病苦。佛陀告诉他，西方有佛号阿弥陀，有菩萨名观世音大势至，大悲无极，普济一切。你应该赶快烧香散花，向西方恭敬礼拜，为一切众生奉请西方三圣前来救护。于是月盖长者马上就向西方恭敬的顶礼。就在刹那之间，西方三圣就来到了娑婆世界毗舍离国，在城门上放大光明。这些人民看到了西方三圣，就拿了杨枝净水给观世音菩萨，希望观世音菩萨能够为他们遍洒甘露。这时观世音菩萨看到众生病苦缠身，心大忧恼，菩萨悲心不舍啊，于是就教导众生面向西方，这样子念：南无佛，南无法，南无僧，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大悲大名称，救护苦厄者。要众生面向西方，这样子3拜，拜完了以后，又教他们发愿：愿救我苦厄，大悲负一切，普放净光明，灭除痴暗冥。我今起手礼，闻名救厄者，我今自皈依世间慈悲父，唯愿必定来，免我三途苦，施我今世乐，给予大涅槃。众生向观世音菩萨这样发愿了以后，菩萨就为众生宣说十方诸佛救护众生神咒。才刚说完，所有的病人的身体都恢复了健康，5夜叉鬼也消失了。这时佛陀为了哀怜众生，又在请观世音菩萨宣说消伏毒害神咒，为众生灭除业障。佛陀说：此观世音菩萨真乃大悲施无畏者。听了以上这一件事情，我们想一想，毗舍离国的人生大恶病，难道释迦牟尼佛没有能力解救吗？不是，那为什么还要奉请观世音菩萨来破障呢？这是释迦世尊导归极乐，他要为当时的众生乃至末法时代的众生证明2件事情。第一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尚且请西方三圣来救众生的苦，哪一天佛陀不在了，应该一心求生西方。第二，就是为了证明观世音菩萨与我们众生特别的有缘，佛陀要我们末法的众生有痛苦，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。大家回想一下刚才的故事，毗舍离国的人民不知道要怎么求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就教他们称名，教他们发愿。只要你肯称名，你肯发愿，不要你持咒，也不要你修持其他的，观世音菩萨他就亲自来为你诵咒，替你灭除业障。菩萨为了众生设立了无量无边的方便，这就是巨大慈悲。
好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。老和尚慈悲，诸位师父以及在座的精进菩萨们，大家好。昨天我们讲完了观世音菩萨的性体，所谓成妙功德，巨大慈悲。接着再继续说下面的文句：于一身心现千手眼，照见法界，护持众生。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性量。什么是性量呢？昨天讲的性体，那是观世音菩萨的心，而今天要讲的性量，讲的白话通俗一点，就是观世音菩萨长得什么样子，清净心是什么相貌。所以这个性量，也就是菩萨的相。观世音菩萨的相，相遍十方。优溪大师说：云何性量？此心性，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世界有边，虚空无边；虚空有边，心性无边；现在有边，过未无边；过未有边，心性无边；无尽无尽，无量无量。昨天在讲性体时有提到，离开空有，非空非有，亦空亦有，把能空所空、能有所有，都把它统一起来的绝对代之有，就是性体。那是一个离即离非、是即非即的境界，非可说而非不可说，非非可说而非非不可说。这个性体，我们昨天把它比喻作湿性，湿性的相就是水。那观世音菩萨的相是什么呢？我们由深说到浅。前面的性体是法身，法身以什么为相呢？以现前一念心性为相，以法界为相。所谓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。因为它从空间来说，横遍十方；从时间来说，贯彻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以它包含了无量无边清净心的功德。什么功德呢？起信论上说，从本以来，性自满足一切功德。所谓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义故，遍照法界义故，真实事之义故，自性清净心义故，常乐我净义故，清凉不变自在义故，乃至满足无有所少义故，名为如来藏。观世音菩萨因为证得这个德相，所以他成就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，无量相好，无量依报。以观世音菩萨的自受用来说，观世音菩萨以84000陀罗尼为头发，以第一义谛为肉髻，以一切种智为头，慈悲为眼睛，无漏为鼻子，40不共为牙齿，四无外变为嘴巴，2智为手，定慧为足
三三昧为腰，如来藏为腹。这是观世音菩萨自受用的身相。不要说我们凡夫看不到，就是连等觉菩萨也都看不到，因为那是菩萨乘性功德所显现。所谓唯佛与佛，乃能究竟。我们所能够见到的，都是菩萨的他受用身。他受用报身是献给破无明的大菩萨看的，他受用应化身就是献给我们凡夫乃至二乘所看到的，或者有情，或者是无情。观世音菩萨他有自在力，他要现一身遍满虚空也可以，他要现无量无边身到十方法界去也可以。这就是于意身心现千手眼。在楞严经上，观世音菩萨说：我能现众多妙容，能说无边秘密神咒，其中或现一手、三手、五手、七手、84000硕迦罗手。这个手是指菩萨的头，又复能现2臂、4臂、6臂、8臂，如是乃至180臂、千臂、万臂、84000母陀罗臂。这个臂是指菩萨的手臂，乃至又复能现2目、3目、4目、9目，如是乃至180目、千目、万目、84000清净宝目。目是指菩萨的眼睛，或慈或威，或定或慧，救护众生，得大自在。诸位菩萨可以回想一下，在地震前观音殿回廊四周的浮雕观音圣像，上面有准提观音、一叶观音、鱼篮观音、龙头观音、白衣观音等等。当然在经典上还有千手观音、马头明王观音、11面观音。总之，每一尊观世音菩萨，他的面容、他所穿的衣服、他拿的东西都不一样。当然，观世音菩萨也不只是现菩萨身而已，在楞严经、法华经、华严经里都有说到，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；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；乃至应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得度者，即皆现之而为说法。这些32应身、无量无边的应化身、报身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性量。从不变随缘来说，是他受用身，生一切法；从随缘不变来说，是自受用身，摄一切法。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无尽无尽，无量无量之身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相。